5月的苏州，雨下得有些不管不顾。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的露天舞台被浇得透亮，水洼里倒映着零星的追光。周深就站在那片水光中央，脚上是一双薄底皮鞋，鞋尖早就湿透了。他没有躲雨，也没有切伴奏，就那么握着麦克风，把热烈盛开完完整整地唱了一遍。4万人的声音在雨幕里翻滚，欢呼声盖过了雨声，也盖过了所有事先准备好的预案。第二天，网上疯传开来的不是精修的舞台切片，而是一段300米外都能听清转音的现场原声。没有修音，没有电音，连呼吸的起伏、尾音的微颤都清清楚楚。后来人民日报转了那条视频，配文很短，就4个字：实力歌手。看到这4个字的时候，很多人大概会愣一下，不是惊讶，是那种原来真的等到这一天的恍惚。从2014年武汉光谷大街的街头，到2026年香港启德体育主场的万人看台，从好声音舞台上被那英转身又遗憾淘汰的学员，到站在联合国中文日讲台前的文化使者，从被贴上娘娘腔、人妖标签，连抬头看人都觉得费劲的少年，到横扫6项国际大奖，作品被写进9年义务教育教材的华语歌手。12年，听起来像一段被精心编排的逆袭剧本，可真正走近了看，里面全是笨拙的坚持、沉默的较劲和无数个快要撑不下去却硬是咬牙挺过来的夜晚。没有捷径，只有把冷板凳坐热的耐心。其实他一开始真的只是个声音不太一样的孩子。湖南邵阳的山村不大，变声期来的时候，周围男生的嗓子一个个沉下去，唯独他的还留在那种清亮空灵的调子里。那时候的校园对不一样的容忍度很低。娘娘腔、人妖这些词不是写在作业本上的批注，而是砸在课桌上的橡皮。走廊里压低的嗤笑是青春期最锋利的钉子。初中整整3年，他几乎没在公开场合唱过一整首歌。后来他学会了躲进屏幕里，用卡布勒这个网名在网络上唱歌。粉丝喊他卡布女神，他听着心里却发慌，整整半年不敢露脸，不敢开摄像头，连头像都不敢换。那不是矫情，是怕一露面，那些好不容易在虚拟世界里攒起来的认同，会瞬间被现实里的目光击碎。他只能在夜里戴上耳机，对着麦克风一遍遍唱，唱到嗓子发哑，唱到窗外天色泛白。那种孤独，大概只有真正熬过的人懂。高考结束后，他顺着家里的意思去了乌克兰学医。异国的冬天很长，冷风刮过基辅的街道，他抱着厚厚的医学教材，单词背了又忘，挂了科又补考。语言不通是一回事，真正让他喘不过气的是那种这不是我想走的路的空落感。走在雪地里，呼出的白气瞬间被风扯碎，他忽然意识到，如果连自己都不信这条路能走通，那再硬的鞋底也踩不出回声。最后他做了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叛逆，转去学声乐歌剧。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，只是安静地把手术刀换成了谱子，把解剖室的灯光换成了排练厅的顶灯。他知道，这回要是再走错，就真的没退路了。可人有时候就是得先把自己逼到没有退路的地方，才能听见心里最真实的声音。2014年，中国好声音的导演找了他3次。他揣着那份忐忑上台，一手欢颜，唱的那英连连点头，可到了16强，还是停下了脚步。淘汰的那一刻，他鞠了个躬，笑得挺平静。没人知道那平静底下压着什么，只知道他下了台，继续去录 demo， 去接那些连名字都没几个人记得的商演。然后到了2016年，大鱼海棠的剧组找上门。他坐在录音棚里，对着麦克风唱出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的时候，大概也没想到这首歌会像一阵风，一夜之间吹遍大街小巷。空灵的嗓音配上绵长的旋律，确实惊艳，可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打量。一个男生怎么能唱出这种声音？是不是开了变声器？现场能唱成这样吗？质疑声比赞美声来得更密。为了避开那些直刺刺的目光，他后来上了蒙面唱将，戴上厚重的面具，化名我可不是什么幺蛾子。面具很重，呼吸也不顺畅，可那一刻，他终于能安心的只唱歌，不用管镜头有没有对准他的脸，不用管弹幕在刷什么。面具不是逃避，是给自己留出一点喘息的缝隙。等风小了，再慢慢走出来。很多人以为红了之后就能松口气，可他没停。华语影视圈有一阵子，几乎每部热门剧的片头片尾都能听到他的声音。1年30首 OST， 听起来像是一个漂亮的数字，可拆开来看，是无数个熬到凌晨的录音棚，是冷掉的盒饭，是同一句歌词反复录上几10遍，直到制作人点头说就这样。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，他一个人分饰多角唱达拉崩吧，
，B 站的播放量破亿。那不是偶然爆红，是蓄力太久的水终于找到了出口。后来几年，小美满、花开忘忧、光亮一首接一首的出来，慢慢变成了大街小巷都能哼的调子。4首原唱被纳入9年义务教育的教材。2025年有3首歌同时入选中宣部的年度优秀歌曲。2026年第1季度的 QQ 音乐巅峰榜，他一个人拿走了1人奖和双单曲奖。这些奖项摆在台面上，闪闪发亮，可他自己提起的时候，语气总是淡淡的。他说，唱歌的人，作品摆在那里，比什么奖杯都实在。奖杯会落灰，可歌会在人心里一直响。舞台上的他，好像越来越从容了。2026年的 9.29 赫兹世界巡演，从香港启德体育场开始，他是第一个在那里开个人演唱会的内地歌手。后来苏州站遇上暴雨，他全开麦唱完，原声视频在全网破了10亿播放量。外媒夸巡演舞台设计拿了意大利 A 设计大奖的金奖，说那是音乐和艺术的完美联姻。可只有跟他走过排练的人知道，那些灯光、机关、走位是他一遍遍抠出来的细节。他连自己脚底下踩的哪块地板会反光，哪里的音响会有回音，都要提前试清楚。连续4年上春晚，2026年又和56个民族的孩子一起唱《极亮》，把家乡的故事唱给全国看。再后来，他站上了联合国中文日的舞台。那天在纽约，他穿了一身中式礼服，唱的是交响诗《和平颂》，没有炫技，没有高音轰炸，只有平稳的呼吸和克制的尾音。东方美学里的那种留白和含蓄，被他用声音一点点铺展开来。后来他拿了金树林、绽放之夜的年度影视歌手、微博之夜的年度影响力歌手，媒体开始用国民歌手这个词形容他。他听着只是笑了笑，说还是喜欢别人叫他唱歌的周深。标签贴的再厚，也盖不住骨子里那点清醒。可国民歌手这4个字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背后是10年如一日的笨功夫。每天练声3个小时，演唱会前1天也不落下。为了保护嗓子，他不碰酒，不吃辣，连冰水都极少碰。录音棚里对自己最狠，一个音准，一个换气口，能磨到制作人说没必要这么较真，他还是摇头。他不是不知道现在这个圈子快，流量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可他好像总跟那种节奏隔着一层。他说过一句话，挺平淡的，却记得住的人很多，我不是偶像，我是歌手。偶像会过气，但歌手不会，只要你有作品。这话不响，却像一块石头，稳稳地压在他自己的路标上。不跟风，不抢跑，只按自己的步频走，红透半边天的时候，他也没飘。香港演唱会结束后，工作人员在后台拍到他在捡地上的水瓶和纸屑，顺手把垃圾带了出去。照片传到网上，没买热搜，也没通稿，就是 quietly 发生了。粉丝送的礼物，不管大小，他都会拆开看，然后手写感谢信。字不算多，但每一封都落款。采访里，他从来不躲过去那些难堪的标签。小时候确实自卑过，他说，但现在想想，那些让我难受的不一样，其实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位置。他鼓励年轻人做自己，不是那种喊口号式的鼓励，而是像老朋友聊天一样，说慢慢来，别急着证明，先把自己照顾好。他知道，人得先站稳了，才能谈远方。有时候觉得，他的故事其实没什么神话色彩，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带着一点点天赋，碰了一鼻子灰，摔过跤，躲过雨，然后一步一步把路走宽了。他没有一夜爆红的运气，只有把冷板凳坐热的耐心。那些曾经让他躲在屏幕后的声音，后来成了他最锋利的武器；那些曾经让他低头走过的夜路，后来变成了舞台上的追光。12年听起来很长，可拆解开来，不过是每一天都比昨天多唱一句，多练一遍，多信自己一点。时间从不说话，但他会把所有笨拙的坚持都熬成光。当他在苏州的暴雨里唱到热烈盛开，不畏将来的时候，4万人的合唱声漫过看台，漫过雨幕，也漫过了很多普通人心里的那道坎。我们大概都曾在某个阶段做过别人眼里的卡布勒，被误解过，被嘲笑过，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特别，甚至不够正常。可后来才明白，人生不是流水线，不需要所有人都长成同一个模具里的样子。你身上的那些不一样，或许只是还没遇到对的共鸣箱。别急着把棱角磨平，先让它发出自己的声音，雨总会停的。舞台上的水洼慢慢干了，灯光暗下去，人群散去，可有些声音留在了风里。周深没有变成什么完美无瑕的符号，他依然是那个会为一首歌较劲，会手写感谢信，会在后台默默收拾垃圾的人。他只是用12年证明了一件事，当你不再试图把自己塞进别人的标准里，
当你愿意为自己的热爱死磕到底，那些曾经压得你喘不过气的重量，终有一天会变成托起你的风。下次再听到他的声音，或许不用再去想他拿过多少奖，上过多少舞台，就只是闭上眼睛，听那句转音怎么落下，听那个换气怎么衔接，然后轻轻说一句，原来真的有人可以靠唱歌走到这么远的地方，而我们也都可以。